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谭松韵新剧收视创新高，你比星光美丽出圈，观众点评一针见血。由徐凯和谭松韵主演的《你比星光美丽》终于与观众见面了。在如今古装剧占据影视市场的背景下，这部现代偶像剧无疑为整个7月的市场带来了新鲜活力。在该剧开播前，徐凯与谭松韵的婚纱照路透便已成功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然而，正式开播后，观众们看完前4集剧情后，大多都感到非常失望。角色的刻板和剧情的陈腐，使观众在回想《承欢记》的时候，也纷纷选择弃剧。那么，让我们一同来揭晓《你比星光美丽》中的那些令人吐槽的情节吧。剧情狗血，套路陈旧。新剧开播时，女主角纪星首先向观众说明的第一件事就是她和男朋友的感情很稳定。观众们纷纷感叹，徐凯又一次在等待别人分手，这简直成了他的宿命。此时，徐凯饰演的男主角韩廷终于登场了。作为刚回国就被人暗中使坏的男主角，韩廷果断抓住了对方的致命弱点，掌握了关键懂事的把柄，从而化解了堂姐对他的初次下马威。在韩廷之后，紧接着是一连串霸道总裁般的言辞。如果我这个堂姐懂得进退，并且愿意放弃东洋医疗，徐凯当然帅气，但观众们却感到困惑。堂姐辛苦多年，为什么男主一回来她就要放弃？难道仅仅因为主角光环的存在吗？然而，男女主角的相遇情节却极其陈词滥调，充满了狗血桥段。已经是2024年了，仍然有人在使用自行车撞豪车的梗，真是让观众仿佛回到了楚语前的时代。你比星光美丽虽然创意有些无用，但它并没有采用女主直接撞上男主豪车的老套情节，而是设计了女主因外卖电动车失控而发生的碰撞事故。这种老套的剧情虽不新颖，却能凸显女主的责任感和担当。只是可怜了那个无辜被卷入的外卖小哥。当镜头转向公司时，本剧的恶毒女2号华丽登场。自从离开知否的妆造团队后，莫兰的颜值直线下滑，几乎失去了原本的光彩。再看看她那浮肿的脸，实在难以与恶毒但美艳的女2号形象相匹配。恶毒女2的真实面目显露无遗，她看着男主的眼神简直难以移开，眼珠子仿佛粘在了男主身上，完全离不开，仿佛是男主为自己的所有物。此外，该剧中的女2号设定与其他女配角毫无差别，她默默守护男主多年，事业有成，颜值出众，却始终无法赢得男主的心。依然是经过女主角认证的既美丽又富有，还有自己的公司。尽管如此，她仍执着于男主角。如果仅仅如此，这个女2号依然只能算是一个爱而不得的悲情角色。然而，编剧在后续剧情中刻意安排了女2号针对女主的情节，导致女主被排挤并最终被迫离职。甚至在女主自主创业后，女2号依旧不断打压她的事业，直到男主出面警告她。这种剧情完全打破了传统言情剧中女主娇弱，男主霸道，女2恶毒的模式。接下来的情节中，男女主角多次邂逅，男主角屡次在危难时刻解救女主。女主的报告被同事窃取，男主立刻察觉，果断为她主持了公道。后来，女主被老板带到聚会，强迫她进行社交，甚至让她感到被占便宜。此时，男主挺身而出，下令让女主离开。随后，故事的重点转向了男主的暗恋情节。在大学期间，我们曾经一起合作过，本打算向女主表白，却突然接到了立即出国留学的通知，而发给女主的短信似乎也没有收到回复。尽管已经有10年没见面了，
韩婷依然在背后默默地为公司取名为星月。无论是纪星开心还是星月纪星的含义，都让观众们课堂课到停不下来。果然，男主角的恋爱脑是他最好的嫁妆。当女主被人揩油摸屁股时，他虽然立即报警，但由于事件发生在视线盲区，一时之间很难确定嫌疑人的犯罪过程。在这个关键时刻，男主再次出手相助，不仅让助理密切关注进展，还在关键时刻巧妙地骗了大猪蹄子一把，最终使女主成功获得应有的清白。观众对这一剧情感到相当不满，认为女主裙子上应该有指纹，这样她就能够独自证明整个事件的真相。然而，作者偏偏为了刻画男主的形象，再次选择将女主变成展示男主深情和智慧的工具。然而，谭松韵在这一段的演技颇为出色，纪星的眼眶中已噙满泪水，他清楚自己可能无法得到正义，眼尾通红，尽显委屈。在得到男主的庇护和维护的感觉后，他的委屈更加无法抑制了。谭松韵将这种情绪转换得极为自然，他眼中含泪的模样显得格外令人怜惜。在第3集中，纪星和韩婷终于相认，互相确认了大学时期对对方的记忆。观众看到他们相认时，内心感到无比欣喜，终于可以期待后续的感情线发展了。然而，男女主角之间粗糙的情感线索，实际上也揭示了编剧的问题所在。人物塑造失败。尽管你比星光美丽才播出几集，已经足以显现出编剧在改编和人物塑造上的失败。在原著小说中，纪星与韩婷是在创业的过程中相遇，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许是编剧的才思有限，根本无法描绘出两人感情逐渐升温的过程。因此，在电视剧版本中，他们被改成了大学时期的同学。经过大学时期的相处，韩婷对纪星的所有特殊关照都有了合理的解释，编剧也不再需要费尽心思去描绘他们的爱情过程了，这确实是省了不少事。然而，最令人无奈的问题是，观众完全看不出大学时期的女主有什么吸引男主的地方，但男主却偏偏爱上了她。这或许只是将问题进行了转移，但问题本身仍然存在。即使感情线的塑造有缺陷，凭借男帅女美的外貌和氛围感，依然能有所支撑。然而，剧中对其他角色的刻画显得极其刻板和陈旧。由于故事一开始就提到女主角有一个男朋友，观众因此一直期待着她与男朋友分手。当这位男朋友登场时，观众们认为他的颜值还不错，只是头发显得有些稀疏，给人一种不再年轻的印象。女主的男朋友也经历了一些俗套的剧情改动。在原著中，女主和她的男朋友因为纪星要的创业而步伐不一致，理想不同，最终选择了和平分手。然而在剧版中，除了对她不支持男朋友创业的描述，还加入了疑似出轨的情节。如果想通过男2号的出轨来凸显男主的形象，那真的是一次非常失败的编剧尝试。从现有的剧情来看，女主的男朋友尽管由于异地恋暂时无法与她近距离相伴，但他始终用心地陪伴在她的生活中。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非常尽责的男朋友。因此，观众对这样的改编深感不解。为什么要将体面的分手情节改成恶俗的剧情？这不仅影响了人物形象的立体塑造，也使得整体效果大打折扣。结语：你比星光美丽虽然刚刚开播，但它的优劣之处已显而易见。据采访中透露，这部剧包含数千场吻戏，让观众充满了期待。在暑期档，有一部小甜剧上映，整个夏天都弥漫着甜蜜的气息。然而，这部剧也有着相当明显的缺点，这实际上是偶像剧的普遍问题之一。剧中对事业线的描写过于简略，仿佛只是为了衬托感情线而存在。
值得庆幸的是，徐凯和谭松韵的天选 CP 感可以稍微挽救一下局面。你会去观看这部名为《你比星光美丽》的甜剧吗？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答案。